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。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：迪丽热巴缺席巴黎，或重走杨幂之路。迪丽热巴缺席了原定出席的巴黎迪奥2026秋冬大秀。表面看，这似乎只是一次因为航班问题造成的遗憾缺席，但放在她当下的事业阶段来看，这件事却显得意味深长。对于很多关注娱乐产业的人来说，这更像是一个象征性的节点，一个顶流女演员逐渐脱离旧有经济体系，重新掌控个人事业节奏的信号。换句话说，热巴似乎正在走上一条许多人并不陌生的路径，那条曾经由杨幂走过，并最终证明行之有效的道路。3月3日，原本以迪奥全球品牌大使身份亮相巴黎大秀的热巴，在迪拜转机时遭遇了不可抗力因素，当地航班全面停飞。团队虽然紧急多方协调，尝试改签和更换航线，但最终仍未能顺利抵达巴黎。对任何艺人来说，缺席这样级别的国际时装周活动都算是一个不小的遗憾。当天，工作室也第一时间发布声明，对无法到场表示歉意，同时向粉丝报平安。从整个过程来看，他和团队显然做足了准备，行程安排也十分严谨。这次缺席纯属突发事件，并非主动取消。然而，娱乐圈从来不会只看表面。一个看似偶然的航班问题，却在舆论场中迅速被放大，因为它恰好与近期不断升温的一件事形成了微妙呼应。迪丽热巴与嘉行传媒的合作关系正处在一个极其敏感的阶段。最近一段时间，迪丽热巴约满不续热巴成立个人工作室的话题反复登上热搜榜，各种爆料和猜测层出不穷。但奇妙的是，无论是热巴本人还是嘉行方面，都始终保持沉默，没有做出明确回应。在娱乐行业里，这种沉默往往比任何声明都更具指向性。很多时候，不回应本身就是一种态度。合作已经接近10年，如果真的走到分岔口，其实也并不令人意外。客观地说，嘉行传媒确实在热巴事业的早期阶段起到了关键作用。从最初刚进入行业的新人，到逐渐在影视剧中崭露头角，再到成为90后女演员中的头部流量之一，嘉行在资源配置和曝光机会方面都给予了她大量支持。一个新人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站稳脚跟，本身就离不开团队和公司的运作。但另一方面，艺人与公司之间从来都不是单向关系。热巴这些年的爆红也为嘉行带来了巨大的回报，他的流量、商业价值以及持续稳定的作品输出，让公司在影视、综艺、代言等多个领域获得了极高的收益。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不仅是嘉行最具知名度的艺人之一，也长期承担着公司门面的角色。问题就在于，当一个艺人的能力和影响力持续增长时，原有的经济体系未必还能完全匹配。热巴如今所处的位置，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新人阶段的资源需求。她的商业价值、市场号召力以及作品基础，都让她具备了更高层级的选择空间。换句话说，她的事业规模已经逐渐超出了嘉行能够承载的范围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单飞往往成为一种必然选择。这并不是简单的离开公司或者分道扬镳，更像是一种阶段性的成长。娱乐产业里有一个很常见的规律，平台或公司在早期培养艺人，当艺人达到一定高度之后，就会逐渐走向独立。这个过程既不是背叛，也不是对抗，而是一种行业常态。从个人条件来看，热巴确实拥有足够的底气。她的外形条件、国民认知度和粉丝基础，在同龄女演员中一直处于非常靠前的位置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并不是只依靠流量存在的明星，而是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作品体系。在都市爱情题材里，
他有《克拉恋人》这样具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在古装偶像剧领域，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枕上书》《恰似故人归》等剧集都曾取得不俗成绩。而在更偏向现实题材的作品中，《公诉利剑玫瑰》也展示了他向正剧领域迈进的尝试。虽然转型仍在进行，但至少说明他已经意识到演员道路需要不断扩展类型。商业价值方面，他的高端品牌代言一直保持稳定。在时尚圈，她也是少数能够长期维持国际品牌合作的女演员之一。与此同时，她还多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，这对于一个年轻演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国民度象征。综合这些因素来看，她完全具备带领独立团队运作事业的能力。如果回顾娱乐圈的发展路径，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杨幂。当年杨幂离开嘉行之后，也经历了一段外界高度关注的时期。很多人曾质疑她是否能够摆脱公司体系继续维持影响力，但事实证明，她不仅成功稳住了流量，还逐渐完成了事业结构的调整。在掌握更多自主权之后，杨幂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发展路线。她逐渐减少单一类型的作品，尝试更具挑战性的角色，并在演技层面持续打磨。最终，他拿下了金鹰奖以及总台视后的成绩，这对于曾经被贴上流量标签的演员来说，是一次重要的转型标志。与此同时，他也逐渐拓宽电影赛道，参与多种类型的影视项目，使自己的职业路径更加立体。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成功案例，所以当外界看到热巴可能单飞时，很多人自然会把两者放在一起对比。事实上，从时间节点来看，热巴如今的条件甚至比当年的杨幂更成熟。她不仅拥有稳定的粉丝群体，还有一系列已经播出的代表作品和较高的商业价值。这意味着，即使离开原有公司，她也不需要从头开始重新建立市场认知。更重要的是，单飞之后最大的优势其实是自由度。对于演员来说，选择权往往比资源本身更重要。当所有决策都由公司统一安排时，演员很难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规划职业发展。而一旦拥有更多自主权，他就可以更有针对性地选择剧本，比如减少重复度过高的古偶作品，把精力投入到现实题材或者主旋律项目中，逐渐建立更加扎实的演员形象。近年来，很多流量演员都在尝试通过正剧来完成转型，因为这类作品往往更容易获得行业认可。对于已经具备人气基础的演员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。除此之外，电影市场也可能成为新的方向。虽然电视剧仍然是热巴最主要的阵地，但如果能够逐渐参与更多电影项目，她的职业维度就会进一步扩大。对于任何希望长期发展的演员而言，影视两条赛道同时推进，都是一个相对稳健的策略。当然，从公司角度来看，局面就显得复杂得多。嘉行传媒在过去几年里经历了不小的人事变化，随着杨幂、祝绪丹、张彬彬等艺人陆续离开，公司的艺人梯队已经明显变得单薄。原本依靠几位头部艺人支撑的商业结构，也逐渐面临调整压力。如果热巴最终选择不再续约，那么对嘉行来说无疑会是一次重大打击。他不仅是最具商业价值的艺人之一，也是公司在影视与时尚领域的重要门面。一旦失去这张王牌，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势必会受到影响。但从更宏观的角度看，这种情况其实并不罕见。娱乐行业的发展规律就是如此。平台或经纪公司在早期投入资源培养艺人，当艺人成长为独立品牌之后，就会逐渐寻求更大的自主空间。这种流动既是行业竞争的一部分，也是生态更新的必然结果。因此，无论最终结果如何，这件事都不必简单的归结为谁对谁错。嘉行曾经为热巴提供过重要机会，而热巴也用自己的成绩回馈了公司。
双方的合作在过去10年里创造了不少经典项目，也见证了彼此的成长。只是当时间来到新的阶段，原有模式不再完全适配，变化自然就会发生。回到最初的那场巴黎时装周，一次航班停飞带来的缺席，本身只是一个偶然事件，但它恰好发生在事业转折的节点上，于是被赋予了更多象征意义。或许在未来回头看时，这一天会被视为一个微妙的分界线。从此之后，迪丽热巴不再只是某家公司的艺人，而是一个真正完全掌控自己事业方向的演员。而她是否会像杨幂那样，通过更长时间的打磨完成转型，甚至在更大的舞台上证明自己，仍然需要时间来给出答案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当一个演员走到能够决定自己道路的阶段时，新的故事往往才刚刚开始。感谢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，请记得点赞、评论并订阅频道。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。再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